你好，我叫林小璐，00年，我的爱好是烘焙、健身还有美食。我想找一个可以提供情绪价值的男生。我坐在米其林3星餐厅的包厢里，端着标准的淑女微笑，对着面前的相亲对象抛出了这段自我介绍。坐在对面的顾燕慈微微后仰，苍白俊美的脸上没有一丝波澜，眼底却划过一抹毫不掩饰的嘲弄。又是这种千篇一律的话术，在他的世界里，这几句话早就被翻译成了明码标价的捞女清单。顾燕慈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厌食症，满桌的佳肴只让她觉得胃部一阵抽搐。她冷冷地看着我，修长的手指把玩着高脚杯，语气凉薄。林小姐的爱好听起来很费钱，不知道你想要的情绪价值需要我刷几张黑卡才能填满。我正夹起一块顶级和牛往嘴里塞，听到这话，鼓鼓的腮帮子猛地一顿。费钱？刷黑卡？我费力地咽下嘴里的肉，豪迈地擦了擦嘴角的酱汁，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顾先生，脑补是病，得治。谈钱多俗呀，我对你的卡没兴趣，只要你满足我的肚子就行。顾燕慈捏着酒杯的手一僵，眉头微蹙，似乎想拆穿我的伪装。满足肚子？林小姐所谓的烘焙，是指请顶级西点师，还是买高定法式甜点？什么法式甜点？我说的烘焙是白袋儿，就是自己在家和面，蒸比脸还大的白面大馒头，还有一咬一口呼呼冒油的肉龙。几斤面粉能花你几个钱？顾燕慈眼角微微一抽，似乎被我的回答硬控了2秒。那健身呢？我说的健身是在家对着电视跳健身操，打8段筋，1分钱都不用花，我还得自己出汗呢。包厢里的空气仿佛停滞了，顾燕慈看着我，声音带上了一丝不可思议的停顿。所以美食就是吃大包子，啃鸭脖鸡爪啊。至于你问的情绪价值，就是看我吃饭的时候，你要发自内心的夸我吃的香，夸我包子真的好，绝不能像你现在这样丧着一张脸。死一般的寂静，顾燕慈彻底愣住了。她看着眼前这个为了吃口热乎饭，努力摆出一副凶神恶煞、张牙舞爪模样的女孩。明明上一秒她还在防备她要吞下顾家半壁江山，下一秒她却只惦记着免费的健身操和白面大馒头，嘴上气势汹汹地狮子大开口，那护食的模样却活脱脱像是一只虚张声势只会冲人哈气的馋嘴小猫。最不可思议的是，听着她嘴里爆出的大馒头、肉龙、鸭脖、鸡爪这些极具碳水冲击力且接地气的词汇，再看着他那生机勃勃的吃相，顾燕慈那原本因为厌食症而死寂翻腾的胃，竟然奇迹般的平静了下来，甚至破天荒地产生了一丝隐秘的食欲。顾燕慈松开酒杯，冰冷的眼底忽然漫上了一层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笑意。他身子前倾，第一次饶有兴致地打量起我。借着相亲名义要豪宅名表的女人我见得多了，但这小猫为了几个大包子冲我哈气，还要我夸蒸得好的，确实是头一回见。他慢条斯理地拿起面前那双一直未动的筷子，声音低沉而慵懒。林小璐是吧？关于你这吃包子的爱好，我突然很感兴趣。感兴趣？我警惕地往后缩了缩，一把护住面前那盘还没吃完的黑松露鲍鱼，像只护食的猫一样死死盯着顾燕慈。顾先生，我虽然相亲失败了，但我卖艺不卖身啊！我的包子只给我未来的老公吃，你想都别想。顾燕慈原本刚刚端起水杯，听到这话，手腕明显抖了一下，差点把水洒在几万块的高定西装上。她放下水杯，骨节分明的手指揉了揉眉心，似乎在努力消化我这清奇的脑回路。林小姐放心，顾某对强抢民女的包子没有兴趣，我只是觉得林小姐很特别。特别能吃吧？我暗自腹诽，懒得去猜这些资本家脑子里在想什么，弯弯绕绕。反正今天这场相亲算是彻底黄了。我这副大馋丫头的做派，估计早就把他吓得倒退3尺了。既然顾先生没看上我，那咱们就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我麻溜地咽下最后一口鲍鱼，雄赳赳气昂昂地举起手打了个响指。服务员，麻烦拿3个打包盒，要把这盘和牛、那盘清蒸石爆，还有这个避风塘炒蟹，通通给我装起来。推门进来的不仅有服务员，还有顾燕慈的特助西装革履地走进来，准备结账。当他看到自家那个平时看一眼油腻食物都会生理性反胃的总裁，此刻正端端正正坐在餐桌前，看着对面女孩疯狂往塑料盒里划拉剩菜时，他的下巴差点掉在地上。顾总，这结账。顾燕慈站起身，理了理袖口，她居高临下地瞥了我一眼，目光落在那个被我塞得满满当当的打包盒上，嘴角微不可察地勾了一下。林小姐，希望你的胃口能一直这么好，我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鬼才跟你后会有期！我拎着3个沉甸甸的打包盒，心满意足地冲出了餐厅。刚上出租车，我妈的夺命连环扣就打了过来。林小璐，红娘刚刚给我打电话，说你在餐厅里不仅狼吞虎咽，还叫嚣着让男方回家给你蒸大馒头。
你是不是疯了？那可是顾氏集团的顾燕慈，身价1000亿的顾燕慈。我一边抠着打包盒上的标签，一边理直气壮地回嘴：妈，什么千亿不千亿的？那人一看就气血不足，整顿饭下来一口水都不喝，丧着一张脸，看着就下饭啊，不是看着就倒胃口。再说了，相亲嘛，主打一个真诚，我总不能为了装名媛委屈我自己的肚子吧？你气死我算了！你明天不是要去新公司报道吗？我警告你，在职场上给我把尾巴收起来，别一天天就知道吃。挂了电话，我看着怀里的顶级和牛，心想：职场是职场，干饭是干饭，这能混为一谈吗？第二天周一早晨，我穿着一套得体的职业套装，手里拎着一个极具迷惑性的粉色帆布袋，里面装着我妈连夜给我蒸的职场保命神器，一个足足有小臂长的酱肉大肉龙。顾氏集团的总部大楼气派非凡，早高峰的电梯间更是人满为患。我好不容易挤进了一部电梯，刚站稳，就感觉周围的温度似乎瞬间降到了冰点。原本叽叽喳喳的员工们全都闭上了嘴，一个个眼观鼻，鼻观心，连大气都不敢喘。我好奇地从人群的缝隙里探出半个脑袋，只见电梯最前方站着一个身材挺拔的男人，高定的黑色西装勾勒出完美的宽肩窄腰，侧脸的下颌线锋利如刀，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冷冽气场。等等，这侧脸怎么看着这么眼熟？男人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视线，微微偏过头，四目相对的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心脏骤停了1秒。顾燕慈，昨天那个被我讹了一顿米其林，还被我疯狂输出白案和跳操理论的相亲对象。我妈昨天说什么来着？顾氏集团的总裁。我倒吸一口凉气，本能的想把自己缩成一个鹌鹑，奈何电梯太挤，我手里的粉色帆布袋还不争气地撞在了前面一位男同事的大腿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顾燕慈的目光越过人群，精准地落在了我因为惊恐而微微睁大的眼睛上，随后视线缓缓下移，定格在我那个鼓鼓囊囊的粉色帆布袋上。林小璐，他挑了挑眉，原本冷若冰霜的脸上破天荒地浮现出一抹玩味的神色。周围的同事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眼神里写满了震惊。这新来的小丫头片子竟然认识顾总。顾先生，我欲哭无泪，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在这里该叫顾总。怎么，今天不在家跳健身操，跑来顾氏集团做白案了？电梯里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已经从震惊变成了惊恐。白案、健身操，这新员工在顾总面前到底立了个什么诡异的人设？我死死攥着帆布袋的提手，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顾总说笑了，我是今天来策划部报道的新员工林小璐。顾燕慈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目光深邃的让人看不透。策划部，希望你的工作能力能和你的胃口一样好，别让我失望，林专员。叮，电梯门在顶层缓缓打开，顾燕慈在一群高管的簇拥下迈出电梯，只留给我一个高不可攀的背影和一句轻飘飘的话。我脱力般的靠在电梯壁上，满脑子只有2个字：完了，得罪了顶头上司。我这好不容易考上的高薪岗位，是不是还没捂热就要飞了？为了保住饭碗，接下来的3天，我彻底收起了大馋丫头的本性，在策划部里夹起尾巴做人，疯狂加班，表现得像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直到周3的深夜，策划部的同事们都走光了，整层楼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死磕一份品牌策划案。当时钟指向晚上11点半的时候，我的肚子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抗议声。我揉了揉饿得发瘪的胃，贼眉鼠眼地四下看了看，确定四周无人后，终于从包里掏出了我忍耐了3天的秘密武器。那个巨大的充满了碳水与脂肪诱惑的酱肉大肉龙，我抱着肉龙像做贼一样溜进了茶水间，把它塞进微波炉里。叮的一声，微波炉门打开的瞬间，一股浓郁的酱香混合着发面独有的麦甜味，如同炸弹一般在冷空气中爆开，迅速弥漫了整个茶水间，甚至飘向了走廊。我深吸了一口气，感觉灵魂都得到了升华。正当我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对着那油汪汪的肉龙狠狠咬下去时，你在吃什么？一道低沉带着一丝暗哑的嗓音，如同幽灵般在我背后突兀地响起。我吓得浑身一哆嗦，手里的酱肉大肉龙差点掉在地上。我僵硬地转过头，只见顾燕慈正倚在茶水间的玻璃门框上，她连西装外套都没穿，只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白衬衫，领带扯松了些，透着一股加班后的疲惫与慵懒。但她那双深邃的眼睛此刻正死死盯着我手里那块正冒着热气滋滋渗出酱色油花的肉龙。顾总，您还没下班啊？我结结巴巴地开口，下意识地把肉龙往身后藏了藏。刚开完跨洋会议。他修长的双腿迈进茶水间，逼仄的空间瞬间充满了压迫感。他没有看我，视线依然锁定在我的身后，喉结非常明显地上下滚动了一下。你在吃什么？这么呛人！我心里疯狂吐槽，呛人你别闻啊，这可是我妈秘制的酱肉馅儿，用老面发酵，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配上大葱，那叫一个香飘十里。这不食人间烟火的资本家懂什么？报告顾总，这是我老家特产酱肉大肉龙，就是肉包子的加长加酷版。我加班太饿了，随便垫垫肚子。酱肉大肉龙。他重复了一遍这个极其接地气的词，眉头微微蹙起。按照我之前对他的了解，这位患有严重厌食症的总裁，连米其林3星的顶级和牛都嫌油腻。此刻闻到这种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碳水炸弹，应该当场被熏得干呕，然后勒令我立刻把这坨垃圾食品扔进垃圾桶，并扣光我当月的绩效。我已经做好了被痛骂一顿的准备。然而，预想中的狂风暴雨并没有来临。顾燕慈又往前走了一步，距离我只剩下一个手臂的距离。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冷冽的木质香水味，与我手里大葱猪肉味的肉龙形成了极其诡异的碰撞。他垂下眼眸，目光深沉地看着我。你那天在餐厅说，如果你未来的老公想跟你在一起，就必须得会做这种一咬一口油的肉龙。我老脸一红，相亲时大放厥词是一回事，但在顶头上司面前被翻旧账，简直是公开处刑。那是相亲时候的玩笑话，顾总您别当真，我平时很专业的，绝对不会把这种低级趣味带到工作中。给我尝一口。我怀疑自己幻听了，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啊？您说什么？我说，给我尝一口。顾燕慈抬起眼，理直气壮的仿佛在签署一份价值过亿的并购合同，而不是在深夜的茶水间里抢下属的宵夜。不是顾总，这东西很油腻的，您不是……我还没把厌食症3个字说出口，他已经不耐烦地伸出了手。为了保住饭碗，我只能忍痛割爱，像递交传国玉玺一样，双手将那块肉龙递了过去。顾燕慈接过肉龙，动作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僵硬。他看着手里那块油汪汪的、散发着浓郁葱肉香气的面团，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我屏住呼吸，紧紧盯着他，心想完了，他肯定要吐了。明天顾氏集团的头条肯定是我蓄谋投毒谋杀总裁。他闭上眼，仿佛赴死一般，轻轻咬下了一口。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没有干呕，没有皱眉，甚至连他平时那副厌世的冷漠表情都发生了一丝微妙的裂痕。松软的老面充分吸收了浓郁的酱汁，肥肉的油脂在高温下融化，混合着瘦肉的嚼劲和大葱的清香，在口腔中轰然炸开。这是一种极其粗犷霸道又直击灵魂的碳水快乐。顾燕慈的眼睛猛地睁开，眼底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光芒。那原本因为厌食症而长期处于痉挛状态的胃，不仅没有排斥这种油腻，反而像是一片久旱逢甘霖的荒地，疯狂地吸收着这股热气腾腾的能量。他竟然咽下去了，不仅咽下去了，他竟然又咬了第2口。顾总，我目瞪口呆，看着这位身价1000亿的霸总，穿着高定衬衫，毫无形象地站在茶水间里，几大口就把我那块足足有半斤重的肉龙吃了个精光。吃完后，他用指腹轻轻擦去嘴角沾着的一点酱汁，苍白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了一丝久违的血色。他转头看向我，眼神不再是最初的冰冷，反而带着一种猎人盯上猎物般的幽暗。林小璐，你妈这手艺不错。我欲哭无泪。顾总，好吃您就多吃点儿，不是好吃你也别都给我吃了啊，我今晚还没吃饭呢。面对我的控诉，他不仅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其清浅的笑意。明天交一份关于市井美食与高端品牌下沉的策划案给我。他随手将包装袋扔进垃圾桶，转身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时，脚步微微一顿，算作今晚偷吃你宵夜的补偿。看着他重新恢复高冷扬长而去的背影，我气得在原地直跺脚。这算哪门子补偿？吃我的肉龙，还给我布置额外的工作，万恶的资本家！第2天一早，总裁办，顾燕慈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看着面前的一杯黑咖啡，罕见地没有感到反胃。回想起昨晚那块油腻却异常美味的肉龙，他的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那种久违的被食物填满的充实感，让他那颗常年孤寂的心生出了一丝异样的波澜。顾燕慈按下桌上的内线电话，沈特助。特助听到呼叫，立刻推门走进办公室。顾总，你有什么吩咐？顾燕慈清了清嗓子，有些不自然地移开视线。去城南那家 Ella 木法式甜品店，买一份他们家最经典的榛果巧克力慕斯，还有那款限量版的黑松露马卡龙。特助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总裁竟然主动要求买甜点，那可是高糖高脂的重灾区啊。好的，顾总，您是想换换口味吗？我这就去排队。不是我吃。顾燕慈冷着脸打断他，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别扭。买回来之后送到策划部，给那个叫林小璐的专员。林专员？特助愣住了，昨天两人还在电梯里剑拔弩张，今天怎么就送上全城最难买的爱心甜点了？他昨晚加班很辛苦。顾燕慈随便扯了个理由，声音越来越冷。让你去就去，哪来那么多废话？
是。特助不敢多问，一溜烟跑了出去。顾燕慈靠在椅背上，想象着那个总是咋咋呼呼，为了几个包子冲他哈气的大馋丫头，想到对方看到顶级甜点时两眼放光的样子，他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只是他没想到，这份他生平第一次主动送出的答谢点心，竟然会送得如此一波三折，甚至让他这位商界奇才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挫败。沈特助觉得自家总裁最近可能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体了，不仅破天荒地吃了他平时最痛恨的油腻面食，那个叫肉龙的庞然大物，甚至今天一大早还让他去排了2个小时的队，买来了全城最难买的 Limo 法式甜点。此时，沈特助正提着2个精致的如同艺术品般的甜点盒子，站在策划部的门口，接受着四面八方投来的羡慕嫉妒恨的目光。那个，请问林小璐专员在吗？策划部的女主管之前被我形容为像得了甲亢的老麻雀，立刻像按了弹簧一样跳了起来，脸上堆满了诚惶诚恐的笑容。哎呦，沈特助，您怎么亲自来了？林小璐她今天请假了。请假？为什么？顾总可是特意交代要亲自送到她手里的。听说是急性肠胃炎，昨天晚上半夜去医院挂急诊了。啧，这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注重饮食健康。沈特助的心猛地咯噔了一下，满脑子都是2个疑问。急性肠胃炎，昨天晚上他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昨晚总裁把人家姑娘宵夜吃得精光的场景，暗自猜测该不会是那块肉龙出了问题。好的，我知道了。沈特助不敢多留，提着那盒价值4位数的甜点，像提着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匆匆回到了顶层的总裁办。总裁办公室内，气压低得让人窒息。顾燕慈听完沈特助的汇报，脸色黑得能滴出水来。她修长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每敲一下，沈特助的心就跟着颤一下。急性肠胃炎，是的，顾总，斯威泽是这么说的，好像还挺严重的。这甜点还要送吗？顾燕慈瞥了一眼那2个精致的盒子，心里的别扭感更甚。她原本只是想作为偷吃宵夜的补偿，顺便试探一下自己是否真的对她带来的食物有感觉。结果这补偿还没送出去，人家姑娘倒先因为肠胃炎进了医院。顾燕慈心头涌起一股像是自己把人弄病了的愧疚感。她清楚肠胃炎大多是长期饮食不规律积累的，但昨晚那块肉龙绝对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顾燕慈冷冷开口，声音里带着一抹不易察觉的挫败：不送了，拿去分了吧。还有，把那家甜品店的会员卡给我退了，以后不用再去买。送个点心都能送出这么多幺蛾子，这让一向无往不利的顾总裁感到非常不爽。2天后，我终于从上吐下泻的魔咒中解脱出来，面色苍白地回到了公司。这次肠胃炎对我这个大馋丫头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我看着镜子里自己瘦了一圈毫无血色的脸，心里悲愤交加。林小璐，你给我记住，这就是你不知节制、贪吃路边摊的代价。从今天起，我要开启严格的自律模式，我要清淡饮食，我要健康生活，我要跟那些不健康的碳水炸弹划清界限。于是，我的午餐保温盒里，从酱香浓郁的红烧肉、油汪汪的肉龙，变成了水煮鸡胸肉不加盐、白水烫西兰花没有一坨、没有灵魂的糙米饭。吃第一口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嚼菌末，但我忍了。为了健康，为了身材，为了不在霸总面前丢脸。下午3点，正是办公室里能量耗尽、零食袋此起彼伏的时候，同事小王拿着一袋散发着致命诱惑的辣条走到我身边。小璐，这次肠胃炎瘦了不少啊，来吃口辣条补补。那股熟悉的辛辣香味直冲我的天灵盖，我的口腔瞬间分泌出大量的唾液，肚子也适时地发出了一声咕噜的巨响。我看着手里那盒没吃完的如同嚼蜡的糙米饭，狠狠地掐了自己的大腿一下。不，谢谢，我正在打卡21天无糖无油自律饮食，任何不健康的食物都是我成功路上的绊脚石，谁拦我，我跟谁急。小璐，你没事吧？你可是咱们策划部的吃相担当啊！你这不吃辣条，咱们部门的灵魂都残缺了。我的灵魂正在升华，我的肉体正在进化。与此同时，顾燕慈刚好从策划部门口经过。顾燕慈原本想去视察策划部新项目的进度，走到门口时，脚步却鬼使神差停了下来。她透过玻璃门看到了曾经在相亲桌上大快朵颐、茶水间为了肉龙跟她猫咪哈气的林小璐。此刻她正一脸壮烈地拒绝同事递过来的辣条。不健康的食物，成功路上的绊脚石。顾燕慈耳边回响着他刚刚的豪言壮语，目光落在他手里那盒如同猪食般惨不忍睹的水煮菜上，他嘴角忍不住剧烈地抽搐了一下。他暗自腹诽，这女人得了肠胃炎之后，是把脑子也顺便升华了吗？一向充满生机、像只小猫一样护食的她，此刻看起来就像是饿坏了却不得不绝食的兔子。她浑身散发着一种我想吃但我不能吃，我真的好痛苦的幽怨气息。她
他原本背在身后的手下意识地紧了紧，他手里拿着刚路过茶水间时沈特助不小心遗忘在那里的东西，那是 L'Amour 法式甜品店的最新款清新柠檬果挞。他之前听说柠檬能开胃，这款甜点不怎么甜，很适合大病初愈的人吃。他原本想借着视察工作的名义把这个果挞顺手扔给他，但现在看着他那副老娘要自律，谁也别想诱惑我的壮烈表情，顾燕慈突然觉得自己要是这时把高糖高脂的甜点送过去，不仅是在挑衅他的21天自律计划，更有可能被他那双怨念的眼睛当场活剥了。一向果断的顾总裁在送一盒清新柠檬果挞这件事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他看着林小璐那苍白却坚定的侧脸，最终还是默默地收回了那只拿着果挞的手，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开了策划部。既然你想自律，那就继续你的白水煮菜吧。他心里别扭地想着，可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那副样子，他原本这2天稍微好转的胃口似乎又有些不怎么对劲了。在送礼这件事上，顾燕慈这辈子都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我的21天无糖无油自律打卡进行到第5天的时候，顾燕慈改变了策略，她不再亲自出马，而是让沈特助趁着午休时间悄悄在我工位上放了一盒包装，极其低调，据说完全无糖的顶级手作芋泥酥。当我饿得两眼发绿地回到工位，看到那个盒子时，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警惕。在这个充满职场倾轧的策划部，谁会无缘无故给我送这么名贵的东西？我立刻化身职场福尔摩斯，目光锁定了正愁眉苦脸看着被逼方案的主管。主管，这肯定是哪个暗恋您的客户或者高管悄悄送来的。您看这包装，这质感绝对配得上您高贵的气质。您快吃点甜的消消气。正巧路过策划部门口的顾燕慈，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里看，她清清楚楚看到自己排了2个月号才订到的私人主厨手做点心被我当成借花献佛的工具，我硬把点心塞进了平时最爱刁难我的主管手里。顾燕慈的太阳穴突突直跳。林小璐，他咬牙切齿地念出我的名字，转身大步离开，浑身上下散发着谁惹我谁死的低气压。一向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顾大总裁，在送出一盒点心这件事上遭遇了滑铁卢。这种诡异的低气压一直持续到了周5的公司秋季团建，团建地点选在了市郊的一个高端露营基地。作为一名资深吃货，这种能在户外大展身手的机会简直就是我的主场。什么21天自律打卡，去他的吧！今天老娘要放纵，要吃肉，都让开，都让开！专业的来了！我一脚踢开那几个连炭火都生不明白的男同事，熟练地架起烤炉，刷油翻面撒孜然，捏一把辣椒面，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肥瘦相间的羊肉串在炭火的炙烤下发出令人极其舒适的滋滋声，油脂滴在炭火上，瞬间激起一阵混合着香料味的浓烟。这股霸道的香气以我为中心，迅速向四周呈放射状扩散，把周围几个部门的同事馋得哈喇子都快掉下来了。我宛如掌控全场的女王，在烟火缭绕中挥洒自如。而在营地最边缘的一顶天幕下，顾燕慈正生无可恋地坐在一张克米特椅上，她依然穿着一丝不苟的衬衫西裤，手里端着一杯冰美式，脸色苍白得像个吸血鬼。周围喧闹的人群和浓郁的烧烤味让她本就脆弱的胃部一阵阵痉挛。高管们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凑上去触眉头，只能远远地避开她。我一边翻着手里的五花肉，一边用余光瞥见了她那副凄惨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这位身价1000亿却连一口热乎饭都吃不下的霸总，我心里那股莫名其妙的慈母光辉又开始泛滥了。唉，真是个可怜的娃。我嘟囔了一句，从烤架上挑出2串烤得最完美、外焦里嫩的羊肉串，又拿了一串烤馒头片，大步流星地朝他走去。随着我的靠近，原本在顾燕慈周围窃窃私语的高管们瞬间噤声，用一种看勇士或者说看死人的眼神看着我。顾总，我走到他面前，把还在滋滋冒油的烤串直接递到他鼻子底下。顾燕慈眉头紧锁，条件反射地往后仰了仰身子，眼神里写满了抗拒。拿走，我不吃这种什么不卫生垃圾食品。我没好气地打断他，发挥了小猫哈气的本领。这肉是我清早去菜市场挑的，这馒头是我昨晚自己蒸的，一点都不比你那米其林3星差。你一天到晚除了喝苦水就是挨饿，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大概是我这副凶神恶煞连珠炮般的架势唬住了他，又或者是那金黄酥脆的烤馒头片散发出的纯粹麦香勾起了他一丝隐秘的食欲。顾燕慈愣住了，深邃的黑眸定定地看着我。上次的肉笼你不是吃的挺好吗？怎么今天嫌弃我手艺退步了？他抿了抿薄唇，迟疑了片刻，终于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缓缓伸出手接过了那串烤馒头片。他试探性地咬了一小口，外皮被炭火烤得酥脆，里面却依然柔软，表面刷了一层薄薄的炼乳，甜香与炭火的烟熏味完美融合，没有油腻感，只有碳水最原始的抚慰。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将那口馒头咽了下去，没有反胃，没有恶心。接着，在我不容拒绝的注视下，他又咬了一口旁边那串肥瘦相间的羊肉串，孜然和辣椒的辛香瞬间唤醒了他沉睡的味觉，极致的焦香在口腔中爆开。顾燕慈的动作微微一顿，随后竟然一口接着一口将一整串羊肉串吃了个干净。周围响起了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沈特助在不远处激动的差点把手里的杯子捏碎。总裁吃肉了，还是路边摊那种烤肉。我看着他吃完，心满意足地递给他一张纸巾。怎么样？本大馋丫头的厨艺还能入得了顾总的法眼吧？顾燕慈接过纸巾，优雅地擦了擦嘴角。营地的灯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脸上，给他那张向来冷硬的面部轮廓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他抬头看向我，鼻尖上还沾着一小点我不小心蹭上去的孜然粉，竟然透出了一丝罕见的人间烟火气。勉强及格。他声音低沉，带着一丝吃饱后的慵懒，但他看着我的眼神却不再是之前那种高高在上或者探究的目光，那双漆黑的眼眸里仿佛有什么坚冰正在融化，倒映着我站在炭火前明媚且充满生机的身影。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的心跳好像漏了半拍。为了感谢你那天的烤串，今晚我请你吃饭。周五下班前，顾燕慈把我叫进办公室，扔下这么一句毫无感情起伏的话。我看着他那张冷峻的脸，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霸总文里的名场面：包场云端旋转餐厅，直升机空运的白松露，拉小提琴的专属乐队。为了不给咱们大馋丫头丢脸，我咬咬牙回家换上了衣柜里最贵的一条小黑裙，甚至还破天荒地卷了下头发。沈特助开着迈巴赫七拐八拐驶入路灯昏暗的老胡同，最终停在一间没有招牌的四合院门前。我精心准备的名媛滤镜碎了一地。顾总，您要是想把我卖了，这地方可能卖不上什么好价钱。我提着裙摆，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这是一家会员制的私房菜馆，主厨祖上是御厨。我瞬间两眼放光，暗下决心，既是御厨手艺，今天一定要敞开肚皮大吃一顿。我们在中庭的一棵老槐树下落座，此处环境清幽，流水潺潺，确实是个吃饭的好地方。然而当服务员端着顾燕慈点好的大餐上来时，我整个人都傻了。我的面前摆着一份极其精致的蟹酿橙和一盅佛跳墙，顾燕慈的面前放着一杯香气极其复杂的顶级瑰夏单品咖啡，还有一个足足有我脸那么大，顶端开着十字花、热气腾腾的山东大白馒头。顾总，您这是在进行什么新型的餐桌行为艺术吗？顾燕慈骨节分明的手指端起那杯价值不菲的咖啡，抿了一口，然后看着那个大馒头，眉头微微蹙起，仿佛在看着一份极其难缠的并购合同。他伸出手，生硬地撕下一小块干巴巴的馒头皮，放进嘴里，艰难地咀嚼了2下，然后眉头皱得更深了。我有严重的神经性厌食症。他突然开口，声音在夜色中显得格外低沉和空旷。我嚼着蟹肉的动作猛地停住了。虽然之前隐隐猜到他胃口不好，但我没想过会严重到这个地步。大部分食物的气味，特别是那些复杂的烹饪香料，都会让我生理性反胃。他垂下眼眸，看着手里那块干瘪的馒头。但那天吃了你的肉龙和烤肉后，我发现，像这种带有纯粹烟火气的基础面食，如果只配上最简单的饮品，我勉强能咽下去一点。看着这位在商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千亿总裁，此刻却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一样，试图用干巴的馒头配苦咖啡来维持生命体征。我心里那股莫名其妙的母性光辉瞬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暴殄天物，简直是暴殄天物！别这么吃，你这是在犯罪！我猛地站起来，一把抢过他手里的大馒头，啪的一声放在盘子里。顾燕慈被我这土匪般的举动吓了一跳，有些错愕地看着我。我豪气干云地打了个响指：服务员，麻烦加一盘招牌红烧肉，多带点汤汁，再来一小碟炼乳。林小璐，我说了我不吃那些油腻。你闭嘴，听我的！我拿出大馋丫头绝对的权威，把烤得微焦的馒头掰开，等红烧肉端上来后，毫不客气地舀了一大勺浓郁赤酱的肉汤，均匀地浇在馒头那绵软的横截面上。肉汤瞬间渗入面孔，原本干瘪的馒头变得丰盈油润，散发着致命的诱惑。碳水就要配脂肪，这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化学反应。我把吸满肉汁的半个馒头塞回他手里，咬，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香料，你就感受这肉汤和面粉结合的快乐。顾燕慈看着手里那块油汪汪的馒头，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他抬头看着我，我正用一种鼓励甚至带点凶狠的眼神死死盯着他。在这个又土又洋气混搭着瑰夏咖啡香和红烧肉味的诡异氛围中，他竟然奇迹般地放下了所有的防备。他闭上眼，咬了一大口，咸甜交织的醇厚肉汁在口腔中爆开，完美中和了老面馒头的干涩。因为只有纯粹的肉香和酱香，并没有复杂的香料刺激，它
他那叫嚣着反胃的神经竟然奇迹般的安静了下来。他睁开眼，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手里的半个馒头。好吃吧？我得意的挑了挑眉，又把那一小碟炼乳推过去。你要是觉得肉汤太腻，就蘸这个炼乳。甜碳水也是治愈一切不开心的良药。那一顿饭，顾燕慈不仅吃完了半个蘸着肉汤的馒头，还破天荒地吃了一小块蘸了炼乳的馒头皮。夜风吹过老槐树，发出沙沙的响声。他看着我，大快朵颐地消灭掉那种佛跳墙，嘴角终于勾起了一抹真实的带着温度的笑意。林小璐，你刚才说，如果想娶你，不仅要会蒸馒头，还要能提供情绪价值。我正啃着一块鲍鱼，随口答道：对啊，看我吃饭必须得夸我吃得香。他单手支着下巴，眼底倒映着院子里的暖黄灯光。你吃得很香，这算不算是提供情绪价值？我猛地抬起头，差点被鲍鱼噎死，暗自纳闷，这霸总怎么突然开窍了？我看着他不再苍白，甚至透出一丝血色的脸庞，暗自握紧了小拳头。行，既然你的胃这么娇贵，那本大馋丫头以后就勉为其难的接管你的伙食了。自从那天在私房菜馆，我看见身价1000亿的顾大总裁可怜巴巴用大馒头蘸红烧肉汤，我这颗大馋丫头的良心就受到了深深的谴责。作为一名拥有极高吃伤的资深吃货，拯救一个濒临绝食的胃，简直就是我的天职。更何况他可是给我发工资的财神爷，财神爷要是饿死了，谁给我发钱买大包子？于是我雷厉风行地开启了拯救霸总肠胃计划。周一清晨，我早早爬起来，在厨房里大展拳脚，对付神经性厌食症。重油重盐和复杂香料是大忌，调理的餐食必须从视觉、色彩和食材本味入手。我将鲜虾手打成泥，酿入翠绿的西葫芦圈里清蒸，又熬了1小盅金黄绵密的南瓜小米粥，最后配上几颗用特级话梅汁浸泡过、剥了皮的冰镇小番茄。做好的餐食红、黄、绿3色搭配，色彩明艳，清香扑鼻，连一丝多余的油星子都没有。中午12点，我像做贼一样拎着极具迷惑性的粉色保温袋，左顾右盼溜到顶层总裁办的门口。我抬手扣响房门，发出3声清脆的叩击声。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顾燕慈正埋首在一堆文件中，眉头微蹙，苍白的脸上写满了对工作的厌倦和对午餐的抗拒。沈特助端着一份高级轻食沙拉，站在一旁苦口婆心地劝他吃2口。顾总，沈特助，你那盆草撤了吧，顾总这胃吃草消化不了。沈特助如蒙大赦，端着沙拉就跑了。临走还极其懂事地替我们关上了门。顾燕慈放下钢笔，捏了捏眉心，抬眼看我。林专员，不在楼下吃你的白案大馒头，跑来我这里做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策划部今天没有需要我亲自审批的文件。我不是来送文件的，我是来送药的。我大言不惭地把保温袋放在他宽大的办公桌上，一层一层地打开，随着盖子揭开，南瓜小米粥的谷物清香和梅子小番茄的酸甜气味瞬间在空气中弥散开来。顾燕慈的眼神微微一顿，空气中没有刺鼻的香料味，也没有油腻的肉腥味，这种清新自然的香气竟然没有引起他胃里的翻江倒海。这是什么？他垂眸看着那份色彩明艳的便当，喉结微动。我周末苦思冥想，为公司策划的一个全新健康轻餐饮 IP 的初步概念菜品。为了测试受众接受度，我特意挑选了公司里对食物最挑剔、最难伺候，不是品味最高端的顾总您来做第一位试吃员。顾燕慈挑了挑眉，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拿我当小白鼠？这叫 VIP 专属体验。顾总，尝一口。要是难吃，我当场把这保温盒吃了。我麻利地递上勺子，双手托腮，摆出标准的情绪价值供给姿态。顾燕慈看着我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嘴角不可察觉地勾起一抹弧度。她接过勺子，先是试探性地咬了一小口南瓜小米粥，粥熬得极好，南瓜的清甜和小米的软糯完美融合，温热地滑入胃里，仿佛一只温柔的手抚平了所有焦躁。接着，她夹起一块虾滑酿西葫芦，鲜美弹牙，最后是一颗梅子番茄，酸甜爆汁，瞬间彻底打开了味蕾。我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心里默念着相亲实力下的规矩，开始疯狂输出情绪价值。哇，顾总，您连拿勺子的姿势都这么优雅，这咀嚼的频率简直像是在品鉴艺术品。太棒了，您竟然吃了一大半。顾总真厉害，今天的胃口棒棒哒！天哪，光盘了！能让顾总光盘，我这手艺简直可以说是厨神下凡了。顾燕慈原本吃得好好的，被我这连珠炮般的彩虹屁夸得，耳朵间泛起了一抹极其可疑的微红。他有些仓促地放下勺子，拿起餐巾印了印唇角，试图维持总裁的威严。林小璐，你闭嘴，吵死了。虽然嘴上嫌弃，但他那双眼睛里却闪烁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愉悦。他看着空空如也的饭盒，似乎自己都不敢相信
竟然在没有抗拒的情况下吃完了一顿完整的午餐。好嘞，顾总吃好喝好就行，小的退下了。我麻溜地收拾好饭盒，准备撤退。等等，顾燕慈轻咳了一声，视线飘向窗外。明天的概念菜品测试，记得准时送过来。作为总裁，我需要对公司的每一个新项目进行长期且严谨的把关。我背对着他，努力憋住狂笑的冲动。这傲娇的霸总想让我给他开小灶就直说吗？收到，保证让顾总满意。从那天起，总裁办公室彻底沦为了我们俩的秘密食堂。为了照顾这位金贵的病号，我几乎把毕生的吃伤都用上了。今天做无水葱油焖嫩鸡配清炒芦笋，明天做番茄浓汤手擀面，我亲自和面打的白案，后天做山药芙蓉羹配手工蔬菜卷。每天中午12点，我都会准时带着保温盒溜进总裁办，一边看着他进食，一边给他提供360度无死角的夸夸群情绪价值服务。顾总今天吃面条吸溜的声音真好听。顾总今天多吃了一块肉，简直是人类对抗厌食症史上的巨大进步。在我的美食投喂和糖衣炮弹下，顾燕慈肉眼可见地发生了变化。她原本苍白病态的脸上开始有了健康的血色，下颌线虽然依然锋利，但整个人身上那层生人勿近的寒冰气场却悄然融化了不少。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她在公司发脾气的次数断崖式下跌。这天下午，我去茶水间倒水，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了激烈的八卦声。你们发现了没有？顾总这半个月简直像换了个人。以前开会只要数据错一个小数点，他能把人骂得狗血淋头。今天上午销售部那个报表做成那样，顾总居然只是皱了下眉头，让他们重做。没错，对，而且顾总最近气色太好了，嘴唇都有血色了。俗话说得好，男人突然变得温柔又容光焕发，80%是恋爱了。天哪，到底是谁拿下了我们顾总这朵高岭之花？也没见他身边有哪个名媛出没啊！我端着水杯站在门外，听得冷汗直冒，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因为每天跟着顾燕慈一起加餐而圆润了一小圈的肚子，心里一阵发虚。名媛是没有，只有天天变着法子给他做大馒头和肉笼的大馋丫头一个。这要是被他们知道，总裁的温柔是被我的饭菜和彩虹屁喂出来的。我在策划部还能有活路吗？我正准备蹑手蹑脚地溜走，一转身却直直地撞上了一堵结实的肉墙，淡淡的冷冽木质香混合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山药排骨汤的味道钻进鼻腔，那是我今天中午刚做的。我惊恐地抬起头，顾燕慈正垂眸看着我，嘴角噙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显然，茶水间里那些关于他恋爱了的八卦，他一字不落地全听见了。他微微俯下身，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在我耳边低语：林思楚，看来你的情绪价值给的太明显，连全公司都知道我被你喂得很满意了。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霸总的未有旦夕祸福。就在全公司都以为顾燕慈要彻底化身温柔暴君的时候，顾氏集团内部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夺权风波。几个在董事会蛰伏已久的元老联合发难，企图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架空他。连续1个星期的连轴转、无休止的会议和尔虞我诈，让顾燕慈本就脆弱的神经彻底紧绷到了极限。随之而来的是他厌食症的全面复发。当我像往常一样提着精心熬制的翡翠白玉鲜虾粥推开总裁办的门时，里面的低气压几乎要把人压碎。顾燕慈瘫坐在宽大的皮椅里，领带被扯得凌乱，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冷汗。她一手死死按着胃部，脸色比我们第一次相亲时还要惨白透顶，整个人就像是一件濒临碎裂的瓷器。顾总，我心里一紧，赶紧走过去把保温盒打开。先别忙了，吃口热乎的垫垫胃。鲜虾的清香伴随着热气飘散出来，这在平时是他最喜欢的一道菜。可是今天，当那股食物的气味钻进他的鼻腔时，顾燕慈的瞳孔猛地一缩，他像触电般猛地推开面前的桌子，连带着保温盒也被掀翻在地，滚烫的粥洒了一地。拿走。他声音嘶哑，捂着嘴猛地转过身，发出一阵痛苦的干呕。我愣在原地，看着满地的狼藉，平时那股咋咋呼呼的大馋丫头劲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发火，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强行给他灌输情绪价值，因为我从他颤抖的背影里看到了深深的恐惧。他不是不想吃，他是真的害怕。我默默地蹲下身，拿纸巾把地上的粥收拾干净，然后倒了一杯温水，轻轻走到他身边。我没有叫他顾总，而是放柔了声音：顾燕慈，喝口水，缓缓。他接过水杯，手指冰凉的吓人。他喝了一小口，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对不起，小鹿。他声音虚弱，得仿佛风一吹就散。我控制不住。能告诉我为什么那么排斥食物吗？我拖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没有强迫，只有陪伴。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我母亲
是一个极其严苛的人。顾燕慈终于缓缓睁开眼，目光没有焦距地盯着虚空，声音里带着化不开的苦涩。从小到大，他对我的一切都有着绝对的控制欲，成绩必须是第一，仪态必须完美无缺，如果不达标，惩罚就是不准吃饭。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拿吃饭当惩罚，这也太变态了吧！10岁那年生日，我因为偷偷跑出去和小伙伴玩，错过了他安排的礼仪课。他的手指紧紧捏着水杯，指关节泛白。我当时很饿，偷偷跑到厨房，吃了一块下人准备的鲜奶油蛋糕，被他发现了。顾燕慈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令人窒息的童年。他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他只是让人买了一个足足有3层高、极其甜腻的巨型奶油蛋糕，放在我面前。他拿着戒尺站在旁边，逼着我一口一口把那个比我人还要大的蛋糕全部吃下去。我的心猛地揪紧了，眼眶瞬间红了。我吃到吐，他就让我吐完继续吃，直到把那个蛋糕彻底塞进我的胃里。他转过头看着我，眼底满是破碎的暗光。从那天起，只要看到食物，闻到那些复杂的香气，我就会想起那种被强制填塞、喉咙被奶油堵住的窒息感。对我来说，进食从来不是享受，而是惩罚，是控制。难怪他只能接受最基础的面食，难怪那些精致的高端料理会让他反胃，因为在他心里，食物早就和童年的创伤、母亲的压迫死死绑定在了一起。我没有说话，只是站起身，走出了总裁办。20分钟后，我重新推开门，手里没有精致的菜肴，只有一个粗糙的砂锅和一个小小的玻璃罐。我把砂锅放在他面前，揭开盖子，里面只有一锅熬得出了米油、没有任何添加的白米粥。旁边的小罐子里是我自己在家用花椒和盐水腌制的酸脆萝卜丝，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色彩，没有复杂的香料，只有最原始的属于土地和稻谷的清香。顾燕慈看着我，我隔着桌子认真地注视着他的眼睛。食物不是惩罚，也不是控制你的工具。我舀了一勺晶莹剔透的白粥，轻轻吹了吹。它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是治愈一切伤痛的能量。我现在不要求你吃下去，你就闻闻这个米香，如果觉得不舒服，随时可以推开。我没有像以前那样巴巴地输出夸夸语录，而是安静地坐在他身边，给了他另一种情绪价值，无声的包容与安全感。窗外，夕阳的余晖洒进办公室，给那碗白粥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顾燕慈看着那碗热气腾腾的白粥，又看了看我，没有逼迫，没有指责，只有一双清澈见底、满是心疼的眼睛。他喉结微动，僵硬了许久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他颤抖着伸出手，拿起了那把瓷勺，勺子碰触碗壁，发出清脆的声响。他舀起一小口白粥，配着一根酸脆爽口的萝卜丝，缓缓送入嘴里。温润的米油划过干涩的喉咙，抚慰着痉挛的胃壁。微酸的萝卜丝瞬间打开了封闭的味觉。这是一种最简单、最质朴的味道，却有着将人从地狱拉回人间的力量。一口，两口，他闭上眼，眼角滑落了一滴不易察觉的泪水。我伸出手，轻轻覆盖在他放在桌面上微微冰凉的左手上。他没有躲开，而是反手紧紧地用力地反握住了我的手，十指交扣。小鹿，他咽下那口粥，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我在呢，以后你的胃，大馋丫头我罩了。我吸了吸鼻子，冲他扬起一个灿烂的笑脸。那场危机四伏的夺权风波，最终在顾燕慈雷厉风行的手段下被彻底平息，而我们俩紧握在一起的手，在那个飘着米香的黄昏，再也没有松开过。林专员，这就是你准备了半个月的集团年度重磅餐饮企划案，一片空白。你是打算让我们顾氏集团的高管们看着这块白板望梅止渴吗？偌大的环形会议室里，策划部那位老麻雀 supervisor 尖锐的声音回荡着，带着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我站在投影幕布前，手里捏着翻页笔，看着屏幕上除了一个标题之外的 PPT， 核心数据、视觉设计、营销模型全部不翼而飞。我后背瞬间渗出了一层冷汗，被人暗算了。我猛地转头看向 supervisor， 他正端起咖啡杯，嘴角挂着一抹得逞的冷笑。很显然，是他趁我中午去给顾燕慈送饭的时候动了我的电脑。台下的高管们开始窃窃私语，气氛降到了冰点。坐在主位上的顾燕慈微微蹙眉，那双深邃的黑眸透过金丝眼镜，沉静地注视着我。沈特助在一旁急得直搓手，想要开口解围，却被顾燕慈抬手制止了。他没有发火，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仿佛在等我怎么破局。对不起，各位领导。我深吸了一口气，将翻页笔轻轻放在桌上，出人意料地直接关掉了投影仪。会议室瞬间暗了下来，所有人都错愕地看着我。林小璐，你搞什么鬼？不仅方案出纰漏，现在还要罢工吗？主管拍着桌子怒斥：主管，
您别急。我直起腰，脸上的慌乱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资深吃货面对绝世美食时的绝对自信。PPT 确实坏了，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各位高管，我们今天探讨的是餐饮 IP 的下沉与升级。请问，当你们晚上11点加完班，身心俱疲、胃里空空的时候，脑子里渴望的是冷冰冰的数据报表，还是一份花里胡哨的营销模型？全场鸦雀无声，我笑了笑，大步走到长桌正中央，双手撑着桌面，目光扫过所有人。都不是，你们渴望的可能只是一碗热气腾腾、葱花在上面跳舞的阳春面，或者是街角那家滋滋冒油、香气能把魂儿勾走的烤串，再或者是一个刚出锅、烫手又暄软的酱大肉龙。我故意咬中了肉龙2个字，余光瞥见主位上的顾燕慈，嘴角极其明显地上扬了一个弧度。美食从来不是靠 PPT 里冰冷的参数堆砌出来的，它是温度，是记忆，是哪怕你今天在职场上被骂得狗血淋头，只要吃上一口就能瞬间满血复活的情绪价值。我充分调动这些年为了吃而积攒下来的吃商，将原本枯燥无味的商业模式，用极其生动、充满烟火气的美食比喻，拆解得活色生香。我们的新品牌不应该高高在上的教育消费者怎么吃才健康，而是要像一位熟悉你口味的私厨老友，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提供一口懂你的治愈感。这就是我原本在 PPT 里想展示的核心理念：情绪共鸣。话音落下，整个会议室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几秒钟后，坐在顾燕慈左手边的市场部总监率先鼓起了掌，紧接着掌声像海浪一样在会议室里蔓延开来。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后背的衬衫已经被冷汗浸透了。精彩！顾燕慈终于开口，她修长的双手轻轻交叠在桌面上，深邃的目光穿过人群，定定落在我身上，带着毫不掩饰的赞赏与骄傲。林专员的直觉营销比任何完美的数据都更有说服力。这个项目由林小璐全权负责。Supervisor 的脸色瞬间变成了猪肝色，他不甘心地咬着牙。顾总，可是他的工作态度极其不严谨，连 PPT 都能弄丢，这种人怎么能委以重任？说到态度不严谨，顾燕慈冷冷地打断了他，脸上的温和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杀伐果断的凌厉。沈特助，在顾总把今天中午11点到1点策划部办公区域的监控录像，以及林专员电脑的远程登录日志直接投屏。 Supervisor 的脸瞬间刷地一下白了，浑身像筛糠一样抖了起来。顾总，我顾氏集团不需要在背后搞小动作的蠢货。顾燕慈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声音如同淬了冰。去人事部领 N+1，明天不用来了。雷厉风行，霸气护妻，我在台下看得眼睛都直了。那一刻，这不吃碳水的傲娇霸总简直帅得惨绝人寰。傍晚，晚霞将顶层的总裁办公室染成了一片温柔的橘红色。我像往常一样溜进去收拾午餐的保温盒，心情好的甚至哼起了歌。今天出尽了风头，很得意。顾燕慈站在落地窗前，单手插在西裤口袋里，回头看着我。那是……我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也不看看是谁罩着的。不过今天还是得多谢顾总明察秋毫，替小的做主。他轻笑一声，走到办公桌前，拿出一个极其精致的小方盒，递给我。我好奇地接过来，看着包装上 Lammer 的标志，眼睛瞬间亮了。全城最难买的黑松露马卡龙。顾总，您终于肯给我发点实质性的福利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围面静静躺着一枚色泽诱人的马卡龙，但奇怪的是，这枚马卡龙的中间似乎夹着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我愣住了，小心翼翼地把那个东西捏了出来，那是一枚切割的极其完美的钻戒，在夕阳下折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芒。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脑子瞬间短路，举着那枚钻戒结结巴巴地看向他。顾燕慈，你这马卡龙里有异物，这要是硌坏了我的牙，算不算工伤啊？顾燕慈显然被我这清奇的脑回路梗了一下，她无奈地叹了口气，向前迈了一步，将我连人带戒指一起圈进了怀里。属于她的清冷木质香，混合着马卡龙甜腻的香气，瞬间将我包围。林小璐，以后我不仅需要你提供大馒头和肉龙，也不仅仅需要你看着我吃饭。她的薄唇轻轻擦过我的脸颊，温热的呼吸喷洒在耳廓，声音低沉暗哑，带着蛊惑。我需要你提供的是作为顾太太的终生情绪价值，敢接单吗？
大馋丫头。我手里捏着那枚闪瞎眼的钻戒，听着他胸腔里强有力的心跳声，咽了咽口水。这谁顶得住啊？不仅包管饭，还包分配霸总。我红着脸，一把将戒指套进自己的手指里，顺便嗷呜一口咬掉了半个月马卡龙。接单？不仅接单，我还要包你一辈子的伙食。顾燕慈的求婚热搜还没在公司八卦群里降温，她那位传说中雷厉风行、是碳水如毒药的母亲，就杀到了我们同居的顶层大平层。她那位传说中雷厉风行、是碳水如毒药的母亲，就杀到了我们同居的顶层大平层。门铃响起时，我正穿着一件印着干饭魂的居家 T 恤，手里端着一盆刚腌好的五花肉。门一开，一位穿着高定香奈儿套装，浑身散发着老娘很高贵，你不配气场的贵妇站在门外。她保养得宜的脸上满是冰霜，目光像 X 光一样将我从头扫到脚，最后嫌弃地定格在我手里的那盆五花肉上。顾母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走进来，毫不客气地在沙发上坐下。你就是林小璐？我听说我儿子最近被一个出身平平的女人迷住了，天天在办公室吃些上不了台面的路边摊。今天一看，果然粗俗。顾燕慈刚洗完澡从浴室出来，看到这一幕，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大步走到我身前，将我护住。妈，你怎么来了？小璐是我未婚妻，请你放尊重一点。尊重？我顾家的媳妇应该是名门闺秀，懂得品鉴罗曼尼康帝和白松露，而不是在家里弄得满屋子油烟味。顾母冷哼一声，将一张支票拍在茶水间的大理石吧台上。林小姐，开个价吧，离开我儿子。你的那些垃圾食品不仅配不上他，还会毁了他。看着那张传说中的随便填支票，我不仅没有像苦情女主那样红着眼眶跑开，反而眼睛一亮。但我忍住了拿支票的手，因为我知道要彻底征服这个差点把亲儿子逼出绝症的强势婆婆，光靠顾燕慈护着是不行的，必须用我大馋丫头的终极必杀技物理降维打击。我把那盆五花肉砰地一声放在吧台上，直视着她凌厉的双眼。阿姨，您说我的食物是垃圾，那您知道正是您那些所谓高贵的食物，把燕慈折磨的10几年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吗？顾母脸色一变，你胡说什么？我没胡说，您对食物的控制欲才是他厌食症的根源。我毫不退缩，顺手打开了阳台上的无烟电烤炉。既然您来了，支票我先不收。今天我请您吃顿粗俗的饭，如果您吃完依然觉得我配不上燕慈，我立马卷铺盖走人，连这盆五花肉都不带走。顾燕慈有些担忧地拉了拉我的手，我回给她一个交给我的自信眼神。笑话，我倒要看看你能做出什么上天入地的东西。顾母冷笑一声，抱着双臂站在一旁，一副绝不妥协的姿态。我没有废话，直接开启了烤肉大作战。极品雪花和牛后切黑猪五花，我秘制酱料腌制的掌中宝，被依次铺在高温的烤盘上，滋啦一声，肥美的油脂接触到200度高温的烤盘，剧烈的化学反应瞬间发生，和牛的奶香混合着五花肉霸道的油脂香气，伴随着欢快的滋滋声，瞬间霸占了整个大平层的空气。这可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法式轻食能比的，这是刻在人类 DNA 里对碳水和脂肪最原始的渴望。我熟练的翻面，撒上特调的孜然干碟和辣椒面，香味瞬间又提升了几个段位，极其霸道地直冲天灵盖。我用生菜叶包上一块烤的外焦里嫩，还在滴着金黄油脂的五花肉，加上一片大蒜和青椒，递到顾燕慈嘴边。顾燕慈极其自然地张口吞下，原本冷峻的脸上瞬间浮现出满足的叹息，连眉眼都温柔了下来。他甚至毫不避讳地当着他妈的面，用指腹轻轻擦去我脸颊上的一点酱汁。好吃，只要是你烤的都好吃。顾母站在一旁看傻了，顾母那个从小到大对食物挑剔到变态，看到油腻食物就会干呕的儿子，此刻竟在平民女孩面前大口咀嚼着五花肉，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不仅如此，那股浓郁的烤肉香味正不讲武德地顺着他的鼻腔往里钻。顾母咽了咽口水，她常年为了保持身材只吃水煮菜和燕窝，胃里早就清汤寡水。面对这种极致的脂肪诱惑，她的防线正在疯狂崩塌。极其安静的客厅里，突然响起了一声极不和谐的胃部抗议声，顾母的老脸瞬间涨得通红，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见好就收，立刻发挥情绪价值攻击者的本能，用公筷夹起一块烤得最完美的雪花牛肉，蘸了一点海盐，放在干净的骨碟里，恭恭敬敬地递到他面前。阿姨，顶级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您尝尝，一点都不腻，不好吃您随时开除我。我笑得人畜无害，顾母僵硬了几秒，最终在香味的极致诱惑和儿子大快朵颐的视觉冲击下，她颤抖着拿起筷子，夹起那块肉，视死如归地放进嘴里，入口即化，丰盈的汁水在口腔中爆开，没有一丝她讨厌的腥腻，
只有最纯粹的肉香和海盐的鲜甜。顾母的眼睛猛地睁大了，那是一种几十年没有体验过的名为好吃的灵魂战栗。阿姨，再配点这个烤口魔里的汤汁，鲜得掉眉毛哦。接下来的1小时，画风彻底突变，原本高高在上的贵妇脱下了香奈儿外套，挽起了袖子，和我们抢着烤盘里的五花肉。小鹿啊，那个大蒜再给我剥2瓣，这肉配大蒜绝了。得嘞，阿姨您懂行，吃肉不吃蒜，香味少1瓣。顾燕慈坐在一旁，看着曾经水火不容的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女人，此刻因为一盘烤五花肉而达成和解，深邃的眼底漫上了浓浓的笑意和释然。酒足饭饱后，顾母优雅地擦了擦嘴上的油光，看我的眼神已经从最初的捞女变成了绝世好儿媳。她清了清嗓子，把之前拍在桌上的支票默默收回包里，然后变戏法似地掏出一个极其通透的帝王绿翡翠手镯，一把套进我的手腕里。那个小鹿啊，阿姨觉得你刚才说的对，以前是我太极端了，才把燕慈害成那样。既然她吃你做的饭能好，那你以后可得多费心了。顾母顿了顿，眼神飘向我那罐还没用完的秘制干碟，语气突然变得有些扭捏。顺便问一句，你那个蘸肉的调料粉配方卖吗？阿姨走的时候能打包1罐吗？我看着手腕上价值连城的传家宝，笑得合不拢嘴。阿姨您说哪儿的话，都是一家人，配方明天就发您微信。爽！这波用吃伤进行的降维打击，不仅赢了婆婆，还白赚了个传家宝。顾母的烤肉真香事件过后，顾燕慈的厌食症在我的调理和婆婆的暗中抢食下，彻底迎来了痊愈的曙光。半年后，全城最顶级的星空露天餐厅被顾氏集团整个包场。今天主厨的位置上站着的，不是那些戴着高高厨师帽的米其林大厨，而是穿着一身洁白定制厨师服，胸前还别着一朵小红花的我。今晚是顾燕慈为我准备的求婚盛宴，而我决定用一道最硬核的菜来回应她的浪漫。夜风微凉，繁星点点，顾燕慈穿着一身剪裁极佳的白色高定西装，像童话里走出来的王子，坐在被玫瑰花海包围的餐桌前。她深邃的眼眸倒映着星光，静静地注视着我，推着餐车缓缓走近。当当当当，顾总，您的专属未婚妻主厨为您奉上今晚的压轴大菜。我一把揭开餐车上的纯银半球形盖子，没有分子料理的干冰烟雾，也没有法式大餐的繁琐摆盘。硕大的青花瓷盘里握着一份色泽红亮、浓油赤酱的黑松露、鲍鱼、红烧肉，而在这份硬核脂肪的旁边，极其嚣张地簇拥着3个白白胖胖、热气腾腾的手工极品大花卷。我得意地挑了挑眉，土洋结合，天下无敌，黑松露配大花卷，顾总请品鉴。顾燕慈看着那盘充满极致反差萌的菜肴，忍不住低低地笑出了声。那笑声清朗愉悦，再也找不到半点曾经那种阴郁厌世的影子。她没有丝毫犹豫，极其熟练地拿起筷子，夹起一块吸满了肉汁和黑松露香气的花卷，优雅地送入口中。林主厨的手艺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可挑剔的美味。她咽下食物，放下筷子，站起身，在漫天星光和悠扬的小提琴声中，这位曾经高高在上、冷若冰霜的千亿总裁缓缓走到我面前，单膝跪地。他从怀里掏出那枚曾经藏在马卡龙里的鸽子蛋钻戒，仰起头，漆黑的眼眸里涌动着化不开的深情。林小璐，遇见你之前，我的世界是灰色的，连维持生命都觉得是一种疲惫的惩罚。他轻轻握住我沾着一点点面粉的手，贴在他的脸颊上。是你让我重新品尝到了生活的味道，你用你的大馒头肉笼，还有你毫无保留的情绪价值，把我从无底洞里拉了上来。大馋丫头，你愿意做我一辈子的专属私厨，也让我做你一辈子的专属提款机吗？我看着他那张帅得人神共愤的脸，再看看那闪瞎眼的鸽子蛋，极其没出息地咽了一口响亮的口水。这买卖划算，不仅包管饭，还包分配霸总。我一把夺过戒指套在手上，然后张开双臂扑进他怀里。顾燕慈，这辈子你的胃，我林小璐承包了。婚后的生活平淡甜蜜且充满碳水，顾燕慈的厌食症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甚至因为我每天的投喂，她的身形比以前更加健硕挺拔。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叱咤商界的霸总竟然觉醒了某种不得了的隐藏技能下厨。1年后的某个周末，顶层大平层的开放式厨房里，身价1000亿的顾大总裁正穿着一件极其违和的碎花围裙，袖子高高卷起，露出结实的小臂线条。他正面目狰狞地对着案板上的一大团面团疯狂输出，进行着惨无人道的揉面运动。而我正像个大爷一样瘫在恒温沙发上，一边咔嚓咔嚓地磕着薯片，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里的搞笑综艺。老婆，这面团发酵的孔洞够大了吧？你来看看，今天这肉笼的皮能暄软吗？我连头都没回，闭着眼睛开始熟练地提供情绪价值。不用看，
我老公揉的面，那绝对是面点界的艺术品。顾总的白案手艺天下第一。哼，顾燕慈切着大葱和五花肉，嘴角疯狂上扬，嘴上还是傲娇的抱怨着：“你这情绪价值给的越来越敷衍了。昨天我蒸的那个大包子，你竟然只吃了3个。那是因为第4个被你妈抢走了好吗？上次阿姨来家里打麻将，不仅顺走了我1罐秘制干碟，还把我预留当宵夜的包子给打包了。好，我的错。今天多给你蒸半斤肉龙补偿你。”顾燕慈笑着摇摇头，熟练地将肉馅铺在面皮上，卷起上锅蒸。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且充满烟火气的背影，我摸了摸自己圆润了一圈的小肚子，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谁能想到呢？当初相亲桌上那个虚张声势的小猫哈气，不仅成功讹到了饭，还把自己搭进去，换来了一个心甘情愿为他洗手做羹汤的千亿老公。厨房里传来水烧开的咕嘟声，混合着面粉的麦香和浓郁的酱肉味，渐渐填满了整个房间。这大概就是大馋丫头和她的专属饲养员最完美的终极幸福吧。